我们所好奇的尼古拉特斯拉到底是什么人呢？他的真实身份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吗？果不其然呢，从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解密的文件中就了解到了关于他真实身份的秘密，当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特斯拉金星事件。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根据 FBI 保密的规则呢，超过50年的绝密文件呢是要被解密的。在2016年呢 ，FBI 在其官网上解密其中的2份关于尼古拉特斯拉的文件。在2018年呢，又解密了第3份。在这3份文件当中呢，前2页呢是一份书信，而第3页呢划线的部分显然是提到了特斯拉这个惊天的秘密。上面说特斯拉来自于金星，他是一个外星人。在特斯拉从事他所热衷的科学研究的领域当中呢，许多的宇宙人曾经来接触他，帮助过他，因为他也是一位宇宙人，他来自于金星。这份档案一经公布呢，震惊世界。这一份 FBI 公布的一份解密文件呢，名为尼古拉特斯拉 Part 3， 它是 FBI 解密的关于特斯拉的第3份文档，一共有64页内容。在第3页呢，有这样一段话宇宙人曾多次的接触尼古拉特斯拉，并且告诉 FBI 呢是来自于金星。那是1856年那个时候特斯拉呢被带到地球，交给了一对南斯拉夫的夫妇抚养。也就是说，特斯拉呢并不是地球所生。那么特斯拉从金星来地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外星人多次接触特斯拉又有何用意呢？为什么外星人要告诉FBI 特斯拉真实的身份呢？事实上，美国与外星人的传闻呢一直备受舆论的关注。美国的51禁区呢，更是被指有外星人藏身于此。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呢，就是外星人呢已经跟美国人开始合作了。而美国的科技之所以遥遥领先呢，比如说航太技术、飞机引擎技术，其实都是外星人所提供的技术。在1856年呢，特斯拉被带到了地球上的时代呢，地球人呢尚未开始发展科技，而外星人呢就用了约100年的时间呢，持续的帮助地球人呢逐渐的进入了科技时代。因此他们的使命呢是推动人类文明的科学进步，包括我们目前经常使用的电脑、手机网络等等，书上说呢都是外星文明的协助，地球呢才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而特斯拉的发明呢领先世界呢数千年以上，只是人们了解的仅仅也是他40岁以前的作品。他之后的大部分的发明与科学发现呢都被 FBI 没收并作为了最高等级的机密。特斯拉来自金星的这种档案呢还仅仅属于一般机密。由于保密的年限到期呢，美国掌握的机密呢已经够慢慢公开了，每50年、70年呢就能公开一部分，而最高机密呢至少要100年才能解封。这不禁的让人好奇特斯拉究竟还有什么秘密档案呢？关于特斯拉的外星身份呢，也不乏有相关的资料揭秘。在1940年代初呢，亚瑟马修斯与特斯拉合作了一本名叫《光之墙》的书，而此书来自于一种无法穿透的立场装置。这本书呢，从1971年开始就受到了版权保护，这也是特斯拉唯一一部不是讨论科学技术的著作。这本书的第1部分呢是由特斯拉执笔，马修斯呢负责第2部分，而特斯拉在里面就谈论到了他年轻的经历、他的体验、他的研究以及自己不凡的一生。这本书中，亚瑟马修斯就写到特斯拉一直认为自己其实是个金星人。他和我说了很多，而且金星太空船的船员在他们的第1封交流的信息里就有提到，在1856年的7月呢，有一名男孩呢，在他们从金星前往地球的途中就出生了。他生在了太空船上，后来那个男孩就被送到了靠近克罗地亚利格区的格斯皮克斯米连。而马修斯还提到了金星人登陆了在他位于加拿大家的行星。事后呢，还告诉他说特斯拉也是他们的一份子。换而言之呢，他就来自于金星。根据马修斯所说呢，特斯拉是在1856年的7月的9号到10号的午夜时分出生在太空船上。这个婴儿之后被托付给了一对善良的地球的父母照顾，当然他们并不是他真正的双亲。特斯拉还说他是透过在1898年建造的特斯拉镜来与金星人沟通的。后来呢，又在1938年重建了一架。每当与金星人开始联络的时候呢，镜子就会发出巨大的嗡嗡声。特斯拉说呢，金星的太空船是由2个人来引导它的，而且这种船是没有任何物理机制的，因为他们都是通过思想投射来完成操作的。这艘飞船似乎是由金星研制的，看上去呢像是2个巨大的碟子。在离船体大约20英尺的地方呢，有一条被称为导向环的无支撑材料带环绕着，它似乎是某种磁力固定住的。这艘母舰搭载了24艘小型的太空梭、地面车、船员、花园、娱乐区自习室会议室等。在1959年呢，一位名为玛格丽特·斯托姆的女士就写了一本自己出版的书，
这个书里面的贯穿的思想呢，就是特斯拉是从金星飞来的超级生物的化身。书中就提到特斯拉是金星人，他是一个在婴儿时期就乘坐太空船来到地球的。他长大成人，完成了他的伟大使命将宝瓶座时代就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呢进入了灵性文明的倾向，提升到了荣誉的高度。玛格丽特就曾经采访过特斯拉身边的人，还研究过他和他学生所有的论文。关于金星与外星通讯的消息呢，是从特斯拉有密切交情的人员那里得知的。而特斯拉在1938年呢，就通过自己发明的无线电通讯装置和宇宙取得过联系。去世后呢，他的助手们也是通过这个装置从外星朋友那里就得知了特斯拉是来自于金星的消息。还有一位来自于金星的女人叫欧米娜·欧涅克。在1966年，当时才18岁的她就说到，尼古拉·特斯拉呢是从金星来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从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知道，或许这一位一手缔造出我们现在工业文明的开创者，其实是一位外星来客。他为帮助人类而来，相比地球，宇宙的深处呢才是他的归属。但是金星真的有生命吗？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金星是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星球呀。金星它的名称呢是源自罗马神话的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在太阳系的8大行星里面，是从太阳向外的第2颗行星，公转周期为224.7个地球日，它没有天然卫星。人类自从进入了太空时代呢，对金星的研究就没少过，因为金星是除了月球之外距离最近的天体了。它的大小、质量、体积与到太阳的距离与地球相似。不少有天文常识的人皆认为金星是不可能有生命存在的，因为金星有着4颗类地行星中最浓厚的大气层，其中超过96%呢都是二氧化碳，表面的大气压力是地球的92倍，它的温度呢也比地球高很多，表面温度能够达到485摄氏度，比最靠近太阳的水星呢还要热，寸草不生，形同炼狱，远远超出了生命温度承受的范围。它在过去呢可能拥有海洋，但是随着失控的温室效应而导致了温度的上升，全部蒸发掉了。因此金星的表面是干燥的荒漠景观。此外呢，还随时下着腐蚀性的极强的酸雨，能够轻易的腐蚀常见的金属。如此高温、高压和硫酸云的恶劣环境呢，这也是人类探索金星主要的困难之一。因此呢，科学界至今呢对于金星所知有限。然而国际研究团队呢在2020年自然天文学的期刊中就表明对于金星的研究呢，科学家有了重大的突破。在2017年呢，透过位于夏威夷的詹姆士·克拉克麦克斯韦尔望远镜呢，2019年透过位于智利的阿塔卡马大型的毫米以及4毫米波列阵呢无线电波望远镜观测得知，金星上呢正在发生一些完全超出人类意外以及高度引人注意的事情，因而产生了我们对未曾预期会出现的少量的磷化氢气体。经过分析呢，唯一可能解释的呢就是金星上有生命存在。主要的研究者呢，卡蒂夫大学的天文学家古瑞夫斯呢就表示非常意外。美国的航太总署的署长布莱登斯坦呢也表示这是目前为止寻找外星生命过程中迄今最大的发展。金星上如果有生命金星人口中的金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不只是特斯拉，还有一位叫欧米娜·欧涅克的也自称来自于金星。欧米娜呢是2014年挪威国际 UFO 会议上说他来自于坦萨尼亚星球，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金星。他在那里出生，而且呢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决定要来地球。欧米娜出生在金星的星光层这是比我们地球的物质层要高一个级别的以太层。他在7岁的时候，当时是我们的1955年，他就告别了金星的家人，在叔叔奥丁的陪同下呢，先是经过金星上被称为瑞茨的城市算是一个通道。那里呢是金星上唯一一个同时可以存在于星光层和物质层的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呢某处的圣殿中就取得了物质身体，然后把自己的振动频率由星光的维度降低为物质维度，也就是说可以在我们地球的第3维度显现出的肉体。他接受了显现成物质身体来到地球继续生活，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保留其意识和灵性的知识。如果通过地球出生的话呢，这些知识就会被清除。接着呢，他坐上一艘小型的飞船飞出金星，然后换乘专门来进行星际旅行的雪茄型飞船呢，就来到了地球的大气层。最后呢，乘坐小型的飞行器呢，就来到了西藏，在一间寺庙里用1年的时间来适应了自己的物质身体和重力。他说在那里呢，同时也是做修道院嘛，数千年以来一直都是外星人访客用来调节并适应地球大气与重力的地方。所以欧米娜花了1年的时间学习如何操作这个身体，使用声带来发声和吃东西。随后他就到了美国。从 FBI 解密的档案中，我们可以得知呢，就是特斯拉与欧米娜一样是从金星来到地球，而不是从地球上出生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欧米娜也有说到，尼古拉特斯拉呢是从金星来帮助我们的。他所出版的书呢，早于 FBI 公布档案之前就已经说了。欧米娜就说明自己是来自于不是物质上的金星，而是金星的星光界，不是肉身的国度。那这是地球人类无法接触到的空间因此呢，以目前地球人类科技水准是没法探测到的。如果他们的文明真的是远超地球人类的话，那么金星人具体是如何存在于星光层的呢？在地球上呢，欧米娜依然用心电感应与金星的家人沟通。他想要告诉地球人的资讯是请不要对来自于太阳系或者其他星系的访客呢感到恐惧，他们都是地球人的兄弟姐妹。而在远古时代呢，就已经来到地球过了。他们会保护地球免受其他星系的任何种类访客的危害。他们会帮助地球人提升意识。当地球不需要保护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预定的时间内提供预先设定好的先进科技。这个说法呢，与特斯拉所说的宇宙间的生命体如同永恒伟大的人性一样，如同手足是一样的。欧米娜的通讯中呢，还包括火星、土星、金星等在高维度都是存在文明的。这也解释了金星以及火星上还曾经拍摄过到各种奇怪的人脸建筑。而太阳系的文明的种子全部都来自于其他星系。欧米娜就说有昴宿星人马座天狼星等等。有些外星的种族和我们差别很大，有的也有非物质存在的文明的种族。很久以前呢，他说火星、土星、木星和金星都曾有过物质生命。这些星球和来自于其他星系的其他文明呢，都是地球人类的祖先。他们和我们现在一样，都是物质文明社会，只是在某个时间段呢，这些星球进化到了另一个阶段，上面的居民、城市、社会呢，全部上升了维度。高频率的空间呢，我们肉眼是无法看到高维度空间的。所以欧米娜就描述呢，高维度的金星生活其实与目前的地球生活是大致一样的，只是在星光层他们全部都是用心灵感应来交流。在物质的世界里的地球呢，远在亚特兰蒂斯时期呢，也曾一度掌握过这个技能，可惜在后来的发展中我们逐渐的丢失了。金星人他说不需要吃东西，他们直接呢从周围的环境吸取能量，这些能量呢流经所有的宇宙的空间，他们可以用思维来创造一切，包括房子等等。而亚特兰蒂斯文明呢，他说当时也有这个能力。他说金星的科技水平非常高以大自然的能量为原料，类似于一种自由能源，这与他们高度发达的思维系统紧密相关。在地球呢，欧米娜几乎不睡觉，取而代之的他说是冥想。他说金星人寿命很长照地球的时间来计算的话，欧米娜已经250岁了。欧米娜还透露了飞碟的原理，他说大部分的 UFO 都是采用磁能飞行，他们通过一根贯穿飞船中央的磁柱来创造自己的磁场。大气中呢就存在3种磁波，飞船呢在中波段中飞行，因此可以轻松上升、平飞等等。所以飞船一旦频率过快呢，就会消失在我们的眼前。但是其实它呢依然在那里，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了而已。这就像是高速飞转的电风扇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的东西。他说他们金星人也可以在时空的不同维度中旅行，与自然协调发展，不必限制于光速。当然了，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他说太空旅行的时候呢，飞船的内部是一切静止的，只是能够看到各种的星球在眼前闪过，这也是他们打算与人类分享的未来的技术。而美国的一名工程师曾经声称呢，50年代就有个金星人名叫索尔呢，曾为美国军队工作过。他呢重185磅，拥有棕色的卷发和棕色的眼睛。他看起来呢像人，但是有生理差异。大约呢6英尺高，每只手呢有6个手指头，有一颗超强大的心脏和一个巨大的肺。他还有像章鱼一样含氧化铜的血。而他的智商呢极高，有1200，并且能够流利地讲出100种语言。他的寿命呢有490岁。有讯息证实呢，美国的前总统艾森豪和尼克森呢都曾经见过他。在著有《五角大楼的陌生人》一书的斯特兰杰斯博士呢，也声称自己见过索尔。索尔呢，在1960年3月呢，从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呢乘飞船呢离开了地球。所以这一系列的故事讲完之后，大家认为尼古拉特斯拉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呢？在留言中告诉我吧。当然了，目前外星人还没有被证实嘛，所以大家呢理性观看。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了，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别忘了宇哥与小唐的视频是每3天更新1集哦。如果没有看到宇哥更新视频的话，别忘了点击宇哥的头像进去翻找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